这两天，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这个被捕的消息呢，可以说是刷屏了。那关于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呀，网上有各种各样的报道啊，各种解读都已经是汗牛充栋了啊。从国际法到唐罗主义啊，从联合国的这个博弈到各国领导人的表态，这些呢几乎都已经被分析了个遍了。这个热点呢，我当然也不想错过，但是咱今天不再赘述这个事情本身啊，我想聊一个可能被很多朋友啊在解读当中呢可能忽略掉的一个视角，那就是这场南美变局背后还有另一个深度的受害者，那就是咱们加拿大，尤其呢是阿尔伯塔省。咱们先回溯一下，短短大概就10天前吧，啊，2025年的12月22号。啊，对于阿尔伯塔省的分离主义运动来说呢，这一天那可是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胜利时刻。随着省议会正式通过了第14号法案，那分离主义运动呢也就正式移除了对公投这个议题进行宪法审查的司法护栏。那我在上周的节目啊，就是2026谁在绞杀加拿大这个节目当中呢，就已经谈到了。那么阿省的独立运动呢，将会给2026年的加拿大带来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的变数，甚至是系统性的风险。但是节目播出以后呢，我没想到在评论区里边几乎是一边倒的都是支持阿省独立的声音啊，这几千条评论啊，各个平台的我都看了，那情绪简直啊群情激愤。很多住在卡尔加里、埃德蒙顿的朋友呢留言说我们早就受够了，那凭什么我们这个用石油换来的这个血汗钱要拿去为那些东边的那些只会谈理想啊、不顾民生的那些政客啊，让那帮白左们自己去玩去吧啊？那我们带着我们的这个石油资源，咱先独立，再加入美国，那小日子肯定起飞啊！结果呢，紧接着在2026年的1月2号，阿尔伯塔省的首席选举官呢就正式签发了这个独立公投的公民倡议申请。那这个倡议申请呢，目前就已经进入到了签名收集阶段了。那么根据修改后的公民倡议法呢，那么这个发起人呢，只要在2026年1月3号到2026年5月2号这总共120天时间里边，只要能够收集到177732个有效的原始签名，那么关于阿省独立公投这个事情呢，就可以有效的推进到下一个实质性的阶段当中了。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说，阿省单飞阿省要独立这个事儿，不再是大家酒桌上的一个激愤之词，而是已经实打实的摆在了每一个阿省选民家门口的，是可以操作的，甚至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么一件事儿了。你看，在这件事情上，阿省的这个效率和速度那的确是很惊人的跟加拿大一直以来给大家的这种效率低下、慢节奏的这种观感还是有很大不同。那当然，这也反映了说，这毕竟是积压了很多年的阿省老百姓的那个心头的这个怒气和怨气这些我都完全理解。但是呢，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解气往往是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消费品。就在阿省的分离主义情绪冲向云端的时候，同一天2026年1月3号，就当那些阿省的选民们拿起笔来，甚至可能名字还没来得及签下去的时候，在南半球就传来了震惊全球的一声巨响，美国这个代号为绝对决心的突袭行动从被窝里逮捕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很多人觉得这事儿知道离咱们好几千公里远，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说的，马杜罗的倒台几乎可以看作是同时给阿省独立运动的釜底抽薪。为什么？因为阿省独立的最大的本钱，通过这件事情几乎可以说所剩无几了。很多支持阿省独立的朋友呢，这个底气都来自于一个近乎完美的逻辑因为阿省拥有全球都是排得上号的这个石油储量那美国的市场肯定离不开我们。那只要摆脱了渥太华的环保枷锁和转移支付的沉重负担，那我们将来的日子那就妥妥的至少是北美挪威但是这个逻辑呢，其实存在一个很要命的一个盲区因为阿省你之所以在市场上有那么个唯一性，是因为在美国市场上你最大的竞争对手呢，这些年都被关在了小黑屋里。或者换句话说，阿省的石油在美国有这么大的市场，其实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委内瑞拉的原油呢，在很多年当中呢进不来。美国有一个叫做所谓叫做石油管理防御区这么一概念，简称英文叫 PADD。
那么这个呢是二战时期为了国防和石油调度建立的这么一个制度，全美呢被划分成了5个这个防御区，其中有2个这个区呢跟我们加拿大是息息相关的，一个就是 PADD2啊，就是美国的中西部地区，像芝加哥呀、底特律呀、俄亥俄州，这儿呢确实是阿尔伯塔的这个原油产销的堡垒，因为这儿的炼油厂呢是物理连接着加拿大的输油管道的。这些地方本身也没有什么深水港，没法去接收海运来的原油，所以呢，在这些地方，就是在 PADD2这个石油区呢，那么阿省的这个原油呢，基本盘销售还是基本稳固的。但是真正决定油价话语权的战场呢，却是在 PADD3，也就是美国原来的墨西哥湾沿岸现在就改名叫美国湾了。因为这儿是全球最大的炼油中心，拥有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庞大产能。最关键的是呢 ，PADD3的这些炼油厂呢，当年可是花了大价钱配置了比较昂贵的焦化装置，专门就是为了去演练那种重质高硫的重油。那我们都知道，委内瑞拉的油和阿省的油其实都属于这种油但是过去这些年呢，因为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这个严厉制裁这些炼油厂呢，就是只能被迫依赖加拿大送来的这个沥青油。但是现在绝对决心这个行动这个一夜之间就成功了。那美国也宣布了，说实际上它已经将这个委内瑞拉这个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超过3000亿桶的这个庞大这个矿藏，重新纳入到了自己的战略控制之内了。那咱们就不得不得替阿尔伯塔省算一笔这个现实甚至是很残酷的一个成本账了。我们知道阿尔伯塔的原油就是叫做 WCS 这种原油呢，它在化学性质上和委内瑞拉的叫做梅雷16的这种原油呢是可以完美的相互替代的。那么对于炼油商来讲呢，这就像是摆在货架上的2种除了品牌不同实际上内容没什么大区别的2种产品，那你本来就应该是谁便宜就选谁嘛。但是现在呢，这个价格就成问题了。阿尔伯塔呢是典型的内陆地区。那如果说加拿大要把1桶油运到这个墨西哥湾的这个 PADD3这个区呢，那需要通过什么 Enbridge 或者 Keystone 这些系统呢，长途跋涉3000多公里，或者是依靠昂贵的铁路运输。那么运输成本长期就维持在了每桶10到15美元之间。但是委内瑞拉呢，它就不一样。它的油田呢，距海岸线只有200到300公里。那么一旦说这个港口的设施修复了，石油装上了这个超级油轮，那么走海运到达德克萨斯呢，只需要4到5天。那么物流成本呢，平均下来就是每桶大概就是2到5美元。大家发现了没？仅仅是物流这一项，委内瑞拉对阿省的这个石油产品就拥有了每桶10美元的结构性的价差。这可不仅仅说是产油的这个地方少赚点钱的问题这对于阿省的财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根据最新的财政预算来评估呢，这个原油的价差每扩大1美元，阿省的财政收入就会减少6亿到7.4亿加币。这个价差如果扩大到了10美元，那么阿省的财政上每年就会蒸发掉60到70亿加币的收入。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这60-70亿加币对于财大气粗的阿省来说，这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吧？但是呢，这个您还真不清楚，因为对于阿省来说这个即时的石油收入那是命根子。那说到这儿呢，就要谈到就是一个像阿尔伯塔，还有像什么这个挪威这些产油的这些地方呢，他们对于这种石油的产生的财富的使用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阿省呢，在这个70年代就是曾经建立过一个阿尔伯塔传统储蓄信托基金。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卖石油挣来的钱呢，要存在这个里边以备不时之需。那么根据阿尔伯塔大学、卡尔加里大学的经济学家们还有这个加拿大政策替代中心CCPA 这些机构的这个推演呢，那么如果说阿省从上世纪70年代建立这个基金以后呢，就真的是这个老老实实的有长远的这个风险意识把这个石油收入的这个全部都存进去就是形成这么一个基金。那么这个基金今天的这个总价值呢，至少在5000亿甚至在1万亿美元之间。那么有了这笔收入呢，那么就可以保证阿省呢根本不用去害怕国际油价的这个波动和冲击。事实上呢，另一个产油国挪威就是这么干的。
那挪威的这个基金呢，到目前的总价值的累计呢，已经达到了1.7万亿美元啊，这也是全球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石油基金。那么有了这笔基金，对挪威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即便现在的国际油价跌到了20美元，那么凭借这个基金的利息收入，也足以支付挪威这个国家的财政支出。但是可惜的是呢，阿省呢建立了这个基金，但是并没有持续的往里去存钱。从80年代后期呢，这个基金的这种模式呢，实际上就停下来了。那阿省把钱干什么去了呢？都花了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阿省呢是把这个石油的收入呢用来补贴了低税收。那么这也就造成了阿省的财政实际上是高度依赖计时的石油收入的。那么一旦油价低于70美元每桶的时候，阿省就会迅速面对着数以百亿计的这个财政赤字。那么这也就必然会导致公共服务要削减，那么债务也会激增。那比方说，在2025财年，阿尔伯塔在油价相对在高位的时候，就已经预计要出现52亿甚至64亿加币左右的赤字。那么委内瑞拉现在带来的冲击呢，就极有可能会把这个赤字呢推高到每年150亿加币以上。因此，你看，缺乏巨大的主权财富缓冲带，就使得委内瑞拉的威胁对于阿省来讲，就变成了直接的财政危机，而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对抗和可以控制的经济周期这么一概念。所以通过上面这些数字呢，我们就能够很直观的能够感受到啊，那么对于人口400-500万啊，但是缺乏足够的抗风险能力的阿省来说，那么在石油的这个市场和价格上，在面对这么大一挑战，失去了这个核心财政支柱，那阿省的繁荣该从何谈起呢？聊到这儿啊，我估计很多朋友就会这么想了，说既然加拿大容不下我们，那委内瑞拉呢现在又来抢饭碗，那我们就干脆就是加入美国呗，成为这个第51个州啊，背靠全球第一个强权大国，那谁敢抢我们市场啊？是吧？恐怕我觉得这种想法呢，是2026年最具诱惑力，但是同时也是最危险的一个战略幻觉。为什么这么说哈？在分离主义的这个讨论圈里啊，那么阿尔伯塔省呢并入美国，几乎好像就成了一个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一个万灵之药了。很多同胞呢，甚至已经开始憧憬上了拿上美国护照，享受低税收啊和德克萨斯式的这个繁荣这样的一种生活。但我必须呢，请大家要站在华盛顿的这个层面上呢，我们来去思考一个问题哈：美国为什么要收留你呢？那么首先一个障碍就是无法逾越的一个政治党派平衡。美国宪法的第4条第3款就规定，那么接纳一个新的州呢，必须要经过国会的批准。那么大家可以想想看，阿尔伯塔400-500万人口，大部分都是坚定的保守派选民。那如果阿尔伯塔成了美国的第51个州，那就意味着在美国参议院里边必须要增加2名极其稳固的共和党派的参议员。那您觉得在华盛顿的那些民主党精英会答应吗？那在这儿呢，咱们就得科普一个美国国会的一个知识点哈，那么叫做阻挠议事。那就是在美国参议院里边，任何重大提案如果要进行最终的表决呢，那么通常需要有60票通过呢才能结束辩论。那如果民主党要不点头，哪怕共和党在参议院占微弱多数，那恐怕也没法启动这个表决的程序。那咱们看一看这个波多黎各和华盛顿特区就知道，波多黎各争取这个美国州这个地位争取了几十年，虽然它现在是美国的叫做自治领地，美国的公民权也有，但就是拿不到这个州地位。为什么？因为波多黎各倾向于民主党，那么共和党呢，当然就会坚决反对在参议院里边又多2个民主党的席位啊。那么华盛顿特区也是一样啊，民主党是做梦都想让它能够成为这个平等的州。那么这就意味着有2个稳稳的民主党的席位，但是共和党呢也是要死守这个防线。那么同样，阿尔伯塔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死结，只不过方向是相反的嘛。那么除非说共和党在参议院拥有压制性的60票以上的优势，那么否则呢，接纳阿尔伯塔省在政治上就几乎是一条死路。那今年正好就是美国要进行这个中期选举，那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可以去查一查，看一看共和党能拿下60个席位吗？这种概率比一个人被雷劈中2次的机会又大多少呢？事实上，我觉得美国对阿省的最理想的定位呢，绝对不是一个拥有完全投票权的州，而是一个类似像波多黎各这样的一个资源领地。
那么把话说的稍微冷酷一点，那么就是说，美国对阿省呢只想收割利润，不想承担这个负担。那么，尤其在马杜罗倒台、委内瑞拉重油已经在掌控之中的背景下，美国是不是还有那么充分的动力去给予阿尔伯塔平等的公民权和承担它的医保负担呢？那么不仅如此哈，如果阿省脱离了加拿大，那么等于就也自动退出了现在的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那这时候的阿省呢，就是一个没有任何谈判筹码的一个孤岛了。那么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就完全可以把你变成一个在政治上叫做无代表纳税的这么一个附庸，就是你得纳税，但是呢，你又没有足够的话语权。那么他们也就可以绕过所有的监管，强行来压低你的油价。对于大国博弈来说，这个很容易理解，叫做我只吃肉，但我不养牛。好，那咱们再退一万步讲哈，那么即便说共和党真的是祖坟冒青烟了啊，奇迹的能够把阿省变成了美国的第51个州，那您觉得就能过上幸福生活了吗？那既然咱们是个节目，那咱就可以就是大胆的去推演一下。那很多阿省支持独立的朋友呢，之所以讨厌这个加拿大这个政府这个联邦，那就是因为觉得现在的政策实在是太白左了啊，有的地方甚至是匪夷所思，而且呢物价也贵啊，民生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那在很多阿省的，尤其是华人的这个语境里边呢，他们最常对标的对象，那就是美国的这个德克萨斯州。那为什么要对标德州呢？是因为德州跟阿省的产业结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都是能源大州啊，都是保守派的大本营，也都信奉小政府、低税收这样的一个基本政策方向。那很多独立支持者心中的这个蓝图就是把阿省呢变成北方的德克萨斯。那咱们就来看一看德州的模式如果搬到阿省会意味着什么。那么第一个，你可能要面对的就是全民医保，这个就没有了。那么在阿尔伯塔，那不管咱们平时怎么抱怨，我以前也做过节目说加拿大这个医疗的这个效率，但这起码有一条底线呀，你不用担心因为一场大病就全家都破产了那么阿省的人均医疗支出呢，平均大概在每年$6300这样一个水平线上。那么你一旦变成了美国一个州，那么原来的这个省级的这个医保就全面作废了。而美国人均医疗支出呢，是超过了$12500，几乎是加拿大的2倍。那么德州也没有省级医保，那你必须要去购买昂贵的私人保险。那么这个私人保险有多贵呢？基本上有数字美国一个4口之家的平均年保费呢，可能要超过$2万。而且美国还有极其复杂的各种往外医疗的这个账单就简单说，就救护车拉你一下，有可能就是大几千美金呀。所以呢，在美国呢，医疗债务是民众破产的首要原因。可能你省下的那点所得税德州个人所得税是0嘛，但省的这点税够付你全家1年的保费吗？当然，加入美国以后呢，阿省的这个富裕阶层将可能享受到更快的这个医疗服务更先进的这个医疗技术甚至都不需要再去排队了。但是社会整体的健康指标，比方说人均寿命还有婴儿死亡率呢，大概率一定会下降。那么也就是向美国的平均水平去靠拢。那么第二个要面对的这个重大挑战，就是你的资产的持有成本呢，也要进行转换了。那么很多人会觉得说德州的模式它的核心就是州的个人所得税是0，听起来很诱人，对吧？但是政府运行的钱从哪儿来呢？那德州的选择就是极高的房产税。那么德州的房产税率在全美都是名列前茅的当然比现在的阿尔伯塔省要高出很多。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说，你以前呢在加拿大时候你是挣钱的时候交税，但是现在呢你可能是住房的时候呢可能是要被割肉的。那更别提阿省独立以后呢，那你就不再享有加拿大的所谓3A 级的主权信用背书了。那么没有了这个背书，你的个人房贷利率也可能会因为政治风险溢价而变得大幅上涨。那你原本是为了解气追求的这个低税收，那么最终呢可能被银行跟房产税就全都给拿走了。那还有第三个也是让人很头疼的事情，那就是治安文化的这个变化。美国宪法第2修正案呢，那么你加入美国以后，那肯定要在阿省的领土上全面生效了。那原来加拿大的什么手枪冻结令半自动武器的禁令那全都得化为泡影。那再配合上社会福利安全网的一些削弱，那可能在阿省你已经习惯的那种安宁的社区环境和社会治安，可能就在一夜之间就变成记忆了。
那即使聊到这儿，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还是不服气，觉得这些都是一些软代价。那只要咱腰杆硬啊，谁敢不给咱这石油的面子啊，是吧？这是硬通货，那真是这样吗？那咱们不妨再假设一下啊，就算没有委内瑞拉这回事儿啊，马杜罗现在每天晚上还能在自己被窝里安安稳稳的去睡觉，即便石油价格也还是一如既往啊，这个舞照跳马照跑。那一个内陆实体在独立之后，它的这个命运之路又会是怎么样的？那做媒体这些年啊，其实我一直信奉一句话，就是所有的政治冲动呢，最终都要通过经济学来清算。那为了能够看清楚阿省的未来呢，我也在这个全世界呢找了2个我觉得是可以参考的对标实体的体检报告，咱们来一探究竟。那第一个体检报告呢，它的名字呢叫做脱欧以后的英国慢撒气儿。阿省独立这个事儿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可以拿当年英国脱欧这个事儿来去做对比。那咱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脱欧几年之后的英国情况怎么样。根据英国的预算责任办公室截止到2025年的长期跟踪的这个评估，那么脱欧呢给英国经济造成了显著且持久的结构性损伤。他们的统计数据显示，那么截止到2025年呢，英国的 GDP 呢比留在欧盟的那个情景经过对比的这个推演，低了整整4%。大家可能觉得4%没有什么太明确的概念，咱们转换成人均数据，这就意味着呢，每一个英国的中产阶级平均的财富损失高达6%到8%。那这种损失当然不是一次性爆发的，它就像是慢撒气儿一样，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边呢，一点一点的磨掉了英国中产阶级的购买力。那更具讽刺意义的呢，是那笔所谓的这英国追求的叫做监管主权。那当年英国人就觉得说，我脱离了欧盟就能拿回了这个控制权，拿回控制权就能省钱呀。结果呢，为了重塑一套属于自己的监管机构呢，英国不得不投入巨资进行实际上是一种重复建设了。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细微但也挺扎心的例子比方说化学品的监管。在欧盟时期英国企业呢享受一套成熟的系统这是由欧盟来去运作的。脱欧以后呢，英国为了证明自己拥有这个监管主权呢，就建立了一个叫做 UK REACH 的这个系统。那么仅仅为了在纸面上把化学品重新注册一遍，英国化工企业就额外多花了10亿英镑。请问这10亿英镑创造了多少的财富呢？答案是没有，它纯粹就是为了维持主权这个抽象概念而支付出的无效成本。这还不算完那么同样，如果阿省独立，那你作为一个新的国家，那你就需要从零开始，你得建立自己的军队吧，你得建立自己的税务局吧，自己的海关，甚至自己的中央银行，你都得有那么这对于一个400-500万人口的这个实体来说，这种五脏俱全的行政成本实际上是极度低效的，叫做规模不经济。你省下的那点税金这个转移支付的钱首先就得去填补这些庞大的行政上的这些窟窿。那也有的朋友会说那这些成本呢，那都是一次性的嘛，对吧？那我们有石油嘛，年年都挣钱，钱是年年挣那英国脱欧以后，这不也挺过来了吗？日子还行但是您得知道，英国它毕竟是个岛国，人家好歹有那么多出海口呢。阿省呢，还是刚才那句话，阿省独立的这个最大的底气，就还是来自于说我们有石油，那全世界呢都得求着购买我们的能源。那这种逻辑呢，那就跟这个2011年的独立前的南苏丹是一模一样的那咱们第2份体检报告呢，就来自于这个南苏丹这个国家。那2011年呢，南苏丹带着全国75%的石油储量呢，就兴高采烈的独立了他们当时的这个精英阶层也是觉得我们那是老天爷赏饭吃，那邻居这些国家，尤其像苏丹那肯定得求着我们来合作呢。结果，南苏丹就是一个身处在非洲腹地的内陆国，你要卖油必须得经过苏丹的管道必须得去苏丹港。结果呢，南苏丹独立不到1年，邻居这个原来是一家人，现在成邻居了苏丹就看准了他的命门，直接就开出了每桶32到36美元的天价的过路费。南苏丹不服那么愤而停产抗议。结果呢，苏丹没倒，但是南苏丹的通胀率直接飙升到了190%，整个国家在10年内几乎就退回了原始社会。
那么南苏丹的道理呢，搬到阿省就很容易理解啊。我们知道阿省的这个不管是房产呀，还是别的什么固定资产的这种议价能力呢，本质上是建立在低通胀、高收入和低税收的这种稳定的预期上的。但是，一旦这个逻辑被卡住了，那么阿省必须得发行自己的这个货币啊，那就是那种典型的脆弱的石油货币。那也就是说，只要油价一波动，那你的本币肯定就崩盘。那想象一下啊，你辛辛苦苦积攒了几十年的这个房产也好，存款也罢，如果都得用这个阿省新发行的石油货币来体现的话，那么一旦汇率贬值，比方贬值50%，那你的资产直接就缩水一半啊。那这时候你在公投请愿书上写下的名字，还会让你觉得解气吗？所以说啊，南苏丹的这个经历呢，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在这个世界上，拥有资源和拥有资源财富完全是两码事儿。当然，我相信啊，就是 BC 省呢，再怎么也不会像苏丹一样下这种狠手啊。但是毕竟阿省不能把自己的命门寄托在别人善良不善良这事儿上吧。因为一旦独立呢，阿省就失去了加拿大宪法第121条省际贸易自由流动的这个法律保护。那 BC 省它也就不再是你的兄弟省，它是你的外国邻居啊，那这个身份就不一样了。那么即使说我阿省，我引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第125条，说内陆国必须有出海权，但是也请大家看清楚那个条文哈，过境的条件和方式呢，也必须通过和过境国达成双边协议来实现。那你说在那种吵架、分手、闹独立这种情况下产生出来这个邻里关系，你觉得 BC 省有多大概率会给你一个优惠价呢？他们完全可以保护原住民权益，或者说提高环保标准为理由给你的每桶原油呢抽走个20美元作为环保的过境费。你看，这种情况就是内陆能源国绕不开的一种宿命。很多人可能会说呢，说我不关心这些宏观话题我就是一老百姓，我就要过自己的日子，我就是不想再被别人去占我便宜、吸我血了。那咱们就再来聊聊今天这个话题最硬核的一点就是法律的死穴。那我们得知道，阿尔伯塔省的这个领土大面积的覆盖在第6号、第7号、第8号原住民条约之上。那请大家得注意这些条约呢，在法理上呢是原住民和英国王室签订的。那加拿大联邦政府呢是这些契约的唯一的合法继承者。原住民领袖呢就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如果你阿省要闹独立，我们不同意，那省界就绝不能变成国界。那也就是说，如果主要的原住民保留地呢，他们选择要留在加拿大联邦之内，那么阿省现在的版图那就得瞬间会碎裂成为像奶酪一样的到处是窟窿眼儿。那到那个时候，你的核心的油砂矿的所在地，你的输油管道的必经之路，那都有可能会陷入长达10年甚至数十年的法律纠纷的这个泥潭之中那么在这种法律主权不确定的情况下，我想问，哪一笔理性的全球资本敢留在阿省呢？那么大家就得清楚的知道阿省目前的信用评级呢，本质上是由加拿大联邦主权信用在做背书的。那么一旦独立呢，联邦的信用评级和阿省的信用评级都会大幅下降。那评级机构惠誉就已经预警了，说政治不团结将直接导致这个加拿大和阿省的信用降级。那么信用降级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由于政治风险的这个溢价，银行就会瞬间拉高所有的按揭贷款利率，而且更糟糕的是，阿省的房产还可能会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流动性枯竭。到那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发现，虽然你的房子挂牌价还挺高，但市场上呢根本就没有买家敢接盘，也没有哪个银行敢批给你贷款。那对于咱们华人家庭来说，那卖不掉的房子，哪怕纸面数字再好看，那它也只是一张废纸这种情况在现在的加拿大，在很多地方不也正在上演吗？那么关于独立呢，还有一个沉重的一个分手费目前加拿大联邦的债务总额呢，超过了1.2万亿加币。那么根据国际法的原则和英国脱欧的这个先例，那么阿省在独立时候呢，那必须分担这笔沉重的这个债务。那就是说，你多少总得出点分手费吧？那要不然按照人口比例，要不然就按照 GDP 的这个贡献吧。那么经过有关机构的这个保守的测算，阿尔伯塔这个独立起步可能就要背负1400亿甚至到2000亿左右的加币的这个继承债务。讲到这儿呢，我想
关于这个阿省被堵这个话题呢，我们已经基本上说清楚了。但是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请各位呢，我们跳出阿尔伯塔省这一个省的这个视野，我们去关注一下西半球，甚至是北美，甚至是全球的这个更大的、更冷酷的一个地缘格局。我们注意到，美国这次呢对委内瑞拉这个行动它这个代号叫做“绝对决心”这个名字起的实际上是挺有深意。其实要我说，这个决心更是美国退回西半球，在自家后院坚壁清野的政治决心。那么换句话说呢，美国已经不再是那个原来那个愿意跟全世界共创、共享繁荣的美国，现在它是要关起门来要自己过日子了你们都别来惹我那么在这种现在被称为叫唐罗主义的这种交易现实主义逻辑下呢，那其实无论是委内瑞拉还是加拿大，在美国眼里都只是资源池和防御屏障而已。他们肯定会觊觎这里的资源，但是他们也更需要廉价的肉盾，因为他们绝不打算跟这些地方分享美国的核心福利和长期的国运。那么应该这么说，在委内瑞拉这个事情之后呢，不仅阿省独立的后路已经被堵死，其实留给加拿大整体的时间可能也不多了。加拿大现在正面对着一场你不愿意也必须all in梭哈的豪赌之中。那么下一集我将为您深度去解析为什么面对这样一场豪赌，加拿大却不得不赌，以及在这一场宏大的这个博弈当中咱们普通的华人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资产锚点，守住我们最后的财富防线。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接着聊。